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change.大家好，欢迎到频道Rock。上次影片跟大家分享那款非常有趣的 Uniqlo 即将在1月中释出的 Type 1版型的丹宁外套，同时也有跟大家分享那款非常完美的 Burberry 100% Cashmere Car Coat。另外还有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1990年代 Tom Ford 担任创意总监时期的 Gucci 的 Plate Link Bracelet， 也就是现在手上戴的这一个。不过我这个是已经戴了5-6年左右，算是我第一个入手的95纯银手链。这次入手的是净新品等级，上支影片也有完整介绍，整个状态非常漂亮，是镜面抛光等级的，非常赞的一款。这几款单品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也很少见的稀有好物。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上一部影片介绍。今天只是要来跟大家聊聊 Uniqlo C。最近看 Uniqlo C 默默释出了几款非常实用又百搭的好物，尤其在裤装部分非常实用，相信是各种混搭风格都很好运用的百搭单品。待会就在影片后半部跟大家完整分析跟介绍。好，那就先重点之前一样来介绍一下9OTT。OK， 今天搭配着是英式优雅狩猎风冬季混搭。首先裤装的部分是 Loro Piana New Zealand Marrow 的这一款非常好看的 Tapered Pants 锥形西装裤。在内搭同样是 U 系列这一款中高领针织衫。皮鞋同样是搭配之前也有介绍 Zemfir 西班牙手工皮靴品牌它的 Chelsea Boots。最后外套部分就是今天混搭重点，今天搭配这款非常好看，它是1990年代 Eddie Bauer 所推出的 Tweed Wool Safari Jacket， 也就是传统英式版型的这种粗花羊毛呢狩猎外套。Safari Jacket 的话，我之前也有介绍过，有春夏季的那种亚麻类的 Safari Jacket。那当然，秋冬季最具代表性的 Safari Jacket 就是采用这种 Tweed Wool 粗花呢的狩猎外套。这种 Tweed Wool 的话，非常保暖舒服。最早起源于苏格兰、爱尔兰那边，最著名的绝对是 Harris Tweed。这种 Tweed Wool 重视的是保暖耐用性，整个穿起来是比较扎实厚实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推握的话，最明显就是耐磨耐用，还有保暖的特性。相对的也是比较适合拿来运动或者是狩猎使用。过去大概1920、1930年代左右，当时很盛行都是穿这种 tweed wool， 可能打高尔夫或者是狩猎使用。像之前有介绍的 Plus Force 的那种裤型，搭配及膝的那种长袜，然后把它套住的这种裤型，上半身就是穿这种 tweed wool 的 Safari Jacket 居多，所以这种组合的话，可以是典型过去的那种高尔夫球装，或者是狩猎服饰，甚至是其他的运动服装，算是当时比较偏休闲外出运动使用的这种设计。今天搭配这款是 Eddie Bauer 所推出的款式。Eddie Bauer 的话，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它是美国的传统的这种户外休闲品牌。像 Eddie Bauer 的话，他们就是在1920年代左右创立的品牌。可以说今天的这一款设计就是最早1920年代左右，当时盛行的这种狩猎外套。虽然现在已经演变成比较多是那种机能的羽绒啊那类的机能服装，近期挖到这一款1990年代这一款 Safari Jacket 的话，整个设计就有传统的那种英式轮廓美感，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日常休闲混搭非常实用百搭。面料部分它是羊毛混纺的材质，所以非常滑顺舒服。虽然它是 tweed wool， 可是面料摸起来不会很刺肤难摸的那种粗糙触感。这一件的话摸起来还是非常滑顺舒服。虽然没有到 cashmere 那种那么夸张的亲肤材质，可是以这种 tweed wool 来说是非常舒适的材质。Safari Jacket 最经典就是4口袋设计，当时的设计定位就是为了拿来做猎装使用。当时的设计都会让你可以多口袋
袋设计，让你可以放地图、放指南针、放其他弹药之类的东西，所以口袋一定是多，那收纳量也要够。右胸口袋这边它是直接敞开式的设计，很适合放个烟啊，或者是眼镜、其他小物之类的东西。口袋部分都是采用这种 pleated 打折式设计。这种 pleated 打折的话，优点就是你放比较多、比较宽大的东西，它的收纳量就更加突出，它有多了这个延展空间。有了这个打折，瞬间就会让人觉得这个是 Safari Jacket 的那种感觉。纽扣部分，他们是选择这种经典仿皮扣的设计。版型设计上的话，因为 Eddie Bauer 的话是美规的版型，官方尺码是 M medium 的 size。不过以我的身形，平常 Uniqlo 都穿 XL， 这件的话是刚刚好的合身舒适感，扣一颗完美的 size 感，袖长完美，肩宽胸宽也完美，不会太宽或太紧那种感觉。整个是刚刚好的合身舒适感。近代的 Eddie Bauer 的话是完全没有这类的设计，所以我对于这种早期的设计还是比较有兴趣，相对的市场上也非常少见。版型设计、轮廓、面料我们大概都知道，再来我们就看一下它这一件最重要的就是内里的部分。有没有看到？它是有做内铺棉的设计，而且它这个内铺棉不是随便的那种填充棉的那种材质，他们选用的是意大利的这一款 Thermal 的专利隔热层设计。Thermal 的话，其实在一些比较高端的机能品牌，内层很常会使用这个材质。Thermal 他们是意大利专门生产这种保暖绝缘面料布料公司，这个隔热绝缘的铺棉隔层是有专利的设计。特色就是非常轻盈、保暖又耐用，扣起来之后很快就有感受到它渐渐变暖的感觉，它会很快的捕捉到体温的这种热能，然后把它储存起来，所以保温保暖性来说真的非常赞。再加上外表看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羽绒的感觉，所以这一类的设计的话，我非常推荐。那像这个 Thermal 他们就是以这种轻薄为他们的专利设计，很薄可是保暖性一样很好的一款设计。像我们冬季最近北台湾都非常冷嘛，外出上班使用我觉得也非常 OK。像今天的搭配，下半身选的灰色调的羊毛裤，内搭就搭配正装的衬衫领带，或者是像我这样低调的素色针织衫，最后再搭配这一款的话，这样子搭配穿起来也很优雅好看，那也不会很休闲的那种感觉。这种 Safari Jacket 的话，就很适合拿来做冬季的西装外套来做使用，真正有保温保暖性的一款单品。你内搭你不太需要穿太多那种很难看的羽绒背心啊、羽绒外套那种感觉，这样子混搭我觉得是非常优雅好看。这个 Thermal 保暖层真的是非常厉害，也很少在西装外套内侧有看到这一类的设计，所以这一款的话真的是非常特别，尤其台湾天气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实用。好，面料我们都理解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设计 detail。纽扣部分它是采用翻领式扣的设计，除了最上方的这一颗之外，领子上方还有一个最上面的挡风扣的设计，真的很冷的话就可以把它全部扣起来。日常使用下半部有3颗，我个人推荐通常扣第2颗就好，第2颗刚好在腰侧肚脐以上左右，所以扣这颗感觉比例是最刚好的。然后我推荐这个冬季使用的话，可以这样子立领，然后把这个翻领折下来，这样子脖子有保暖到，整个正面的轮廓也比较立体漂亮。扣一颗完全不会紧绷，肚子也不会紧绷。像我的肚子已经算有点大，这件的话还是非常舒服。所以如果身形跟我差不多的话，是非常推荐的一个 size 感。扣上排这一颗之后，就很明显会有 Safari Jacket 的感觉，正面的轮廓会更加清晰，4口袋也更加明显。我很喜欢它侧边的这种感觉，稍微有点修身的这种感觉，可是又不会过于紧绷。下摆有做开叉设计，所以日常使用的话很好移动，毕竟也是列装的设计嘛，这样子外出休闲混搭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这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再变成是全立领的一个版本，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直接把它立起来，全部立起来。因为它领子本身就挺挺的，所以这样子全部立起来就变得有点中山领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整个气氛又完全不一样，更加没有西装外套感觉。同时，它本身设计就是要叫你可以这样子立领设计，不是我们自己玩出的一个混搭法。立领之后，然后我们扣一颗的感觉像这样，是不是很优雅的感觉？很像近期那种 Xenia 他们会推出的设计。非常优雅好看，完全不像是 Eddie Bauer 他们会在近代推出的设计。90年代的这种设计非常好看，后2颗是这样子，中间开顶的部分就更加少，这样子看起来也非常优雅好看。这件论尺寸的话，我觉得理想大概是 L 到 XL 左右，身形跟我差不多，应该是非常合适。当然，你如果身形平常是穿 M 到 L 左右也 OK， 可以穿出比较自然、宽松、舒服的感觉。你内侧可能还可以搭配更多东西。天气很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立领。像我这种内搭针织衫的设计啊，可以全部拉到最顶。那真的最近很冷的天气的话，我就推荐高领整个放出来，再扣上这一颗领扣式设计。如果你脖子很瘦的话，上面的挡风扣你也可以再扣起来，上排领扣扣起来之后，就已经完全可以包覆住了，所以整个保暖性就会非常完整，是不是完全不像是西装外套的感觉？它穿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骑车啊，外出使用，我觉得这样就非常刚好，很保暖舒适。所以这件真的是一个变化性非常多的一款好物，依照你的翻领啊，或者是立领，或者是整个放下来最低调、最自然。你如果不想要有额外的那种多余的感觉的话，那就是全部放下来，很清楚的看出它的这个 Safari Jacket 的轮廓也是非常好看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百搭万用的一款单品。外层是羊毛呢的设计，内层又是这种 Thermal 意大利的保温保暖层设计，肯定是比一般的西装外套更加保暖。那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参考看看。最后饰品的部分，今天想要搭配比较优雅感，左手部分搭配的是之前影片也有介绍过的 Emporio Armani 的这一款 Art Deco 设计风格的这一款腕表设计，非常好看优雅的一款，那状态也是维持得非常漂亮。右侧的话则是上支影片介绍的 Gucci 1990年代 Plate Link Bracelet 95纯的这一款，那我戴的是我自己的这个有点战损版本。上支影片介绍的近新品等级，完全年代一模一样，尺寸也完全一样的这个非常完美的95纯银的手链，连接部分我也一样会放在下方介绍栏，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那今天的搭配就是这样，用这种灰黑色调。冬季我最喜欢的色调就是灰黑色调，下半身尽量是优雅利落，就可以更加凸显出上半身的这一款立体漂亮的 Safari Jacket。版型设计非常优雅好看，典型的这种英式传统的轮廓设计 ，Thermal 的这个保暖层。保温保暖性非常好，所以绝对是冬季的西装外套的首选之一。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简单介绍今天的搭配呢，马上就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目前 C 系列近期新推出的几款裤装的部分。首先，男装打折宽版锥形裤，颜色推出 Gray、Black、Brown 跟 Navy。单论色调方面，我觉得最实用的一定是 Gray 或者是 Black。同时，这件我觉得最吸引人就是在于它的这个版型设计，它设计很宽松垂坠，同时裤型的部分又是最百搭的这种锥形的设计。很明显在于它的裤型不是像典型的这种 Uniqlo 常见的那种 Smart 9分裤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裤型是偏宽版，所以不会像那种9分裤的话，大腿可能有点稍微窄窄的那种感觉。那这件的话非常宽松，绝对是最适合现在流行趋势的这种宽松自然的感觉。正面的话，它是采用 One Tuck 单打折的设计。最重要的是这件它有免费修改裤长，即便是像我这种
种腿比较短，那腰围又很宽的这种人的话，一样可以穿出很漂亮、符合自己裤型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一件的话，真的非常推荐。重点是售价一样很亲民，这一件的话是1290元。再来下一件是男装减型裤，这个是 C 系列推出的版本。减型裤的话，我们之前介绍的是常规版型，而且是推在女装。这件的话，它是推在男装，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裤装的话，当然是能入手男装是最好，整个裤裆的深度还有口袋的深度，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那颜色推出 Off-White、Black、Brown 跟 Navy。Off-White、Black 跟 Brown 都非常实用，而且这件最明显就是在于它的正面轮廓就可以看得出它是有做 One Top 单打折的设计，再加上下面商品说明也有提到背后的部分，它在下摆部分也有做一个打折设计，所以整个轮廓的话不会只有前面立体，它后面也会立体的感觉，所以整个裤型我相信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感觉。这件的话我非常有兴趣，蛮想要入手 Off-White 跟 Black 来测试看看，而且它一样有修改裤长，这种减型裤或是宽裤设计就是要改到刚刚好，你有反折，你有堆积就看不出它那个轮廓设计。这件售价一样很亲民，是1290元，应该是全台门市都可以买得到，近期找时间去套套看，后续如果有入手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今天就是快速跟大家分享这两款新品，两个都是我个人觉得是近期看到最百搭的 Uniqlo 裤装。近期他们也陆续一直释出新的单品，不过就是这两款特别值得留意。另外也是跟大家分享今天介绍这个非常漂亮的 Eddie Bauer 1990年代所推出的这个 Tweedwall 的 Safari Jacket。冬季如果想要穿出这种比较优雅的路线，或者是你想要单纯的上班使用的话，我觉得这件绝对是非常实用百搭，跟大家做分享。好，那今天介绍这几款 Uniqlo 的新品，还有今天实穿这个 Safari Jacket， 上次介绍的 Gucci 的 Playlink Bracelet 的部分，连接方面我全部都放在下方介绍栏，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参考看看。O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这一型穿搭影片或是国贸精品的话，再不要大家发现这个频道，并且开始喜欢大家的 Instagram 时常更新穿搭照，可以follow一下，还有 Showbook 虾皮卖场，进去查新品，有兴趣的话可以逛逛。我是 Rock， 我们下次见。